2个小时就搞得张毅大汗淋漓，浑身酸痛。梁月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对张毅说道：“你的底子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想要练成功夫，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功的。你要有思想准备。我也不指望真的成什么武林高手，只不过想让自己多一个保命的手段罢了。”张毅坐在海绵垫子上，气喘吁吁。吃完早饭后，张毅和尤大叔、徐胖子3个人，再加上张毅的忠实战宠花花，4个一生物出发前往西山基地。在半路上收到了杨欣欣发来的消息：“哥哥，我查到了关于天海市其他大型武装势力的情报。因为哥哥你出去了，所以我就在这里跟你说一下，让你有所了解。万一你在外面遇到了，才不至于没有准备。”根据西山基地的情报，整个天海市大型的军事化避难所一共有4座，分别位于西山、青浦、阳盛、招屿4个区域，它们都是官方多年前就建立，并且一直在维护的。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应对突然爆发的战争以及自然灾害。根据西山基地的情报，其他3个避难所同样具备强大的地下避难所空间，以及庞大的武器库，以及大量备战物资。也就是说，除了西山基地以外，天海市还有3个大型武装力量，对吧？阳盛、招屿、青浦这3个区域距离我们庇护所都有较远的距离。张毅摸了摸下巴，不过现在也不能保证他们没有朝西山区和陆江区扩张势力的打算。西山基地那天晚上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，绝对会引起其他势力的注意。一旦被他们发现，统治着西山区和陆江区的西山基地被灭了，不排除他们把触手伸到这里的可能性。不，除了他们3家之外，还有一个特殊的势力存在。根据西山基地的资料，在天凤、长兰等区域聚集了数量庞大的人口，成为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。只不过对于他们的记录不太详细。张毅点了点头，并不意外。天海市那么多人，哪怕是出现几10个割据的势力都很正常。不过看样子各大势力之间的了解并不是很深，可能是由于末世来临的时间太短，他们光是处理好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就已经分身乏术了吧。很好，星星，你提供的情报非常有用。结束了通话之后，车子在雪地之中一路绝尘，朝着久违的西山基地驶去。西山坐落在天海市西南区域，是一片海拔不到200米的连绵山脉。它曾经与天海市军区接近，所以末世来临之后，这里也直接成为了天海市军区控制的避难所。天海市4大避难所其实都是在大型的官方机构附近，这是为了方便在战争或者灾难突发时，好让部分重要单位的人员能够进入其中。从理论上来讲，西山基地实际上是4大基地当中武装力量最强的，因为他们具备了完整编制的武装部队，并且天海市军营里面的大部分武器也被收集在此地。西山基地的入口之外，风雪之中站着2拨人，其中一方穿着与西山基地几乎相同的作战服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衣服上的标志是蓝色的海浪，而西山基地则是金色立减。在他们不远处，另外一拨人的衣服就比较简陋，基本上都是白色的厚厚羽绒服，而且并不统一，就像是从商场里面临时搜刮来的。双方彼此警惕着，手里紧握武器，目光没有离开彼此的身上。这个地方的入口已经被彻底堵死了，看样子我们都很难从下面得到什么。穿作战服的那拨人里面，为首的是一个目光冷冽的高个子，他开口对隔壁那拨人说道。服装不统一的那拨人带头的则是一个精瘦的小个子，他淡淡一笑，抱着胳膊说道：“谁能想到这里竟然是被导弹摧毁的？也不知道陈新年做了什么事情，竟然得罪了江南大区，算他活该吧。”高个子王瑞轩轻蔑的一笑，他这个人一向狂妄自大，有这种后果也是他自找的。小个子韩长没有接这个话题，他们势力和陈新年之间的交集并不多，或者可以说，他们和4大避难所基地势力的关系都不怎样。他来这里的目的，只是想查探一下西山基地到底怎么样了。可是看着眼前的场面，再加上半山腰那巨大的钻地导弹留下的恐怖洞穴，几乎可以断定下面没有什么活人了。韩长叹了口气，终究是白来一趟了。王瑞轩也是深深皱起眉头，入口处已经被彻底堵住，有大量的碎石以及破旧的汽车，想要清理的话需要耗费太多的力气。他们的大本营距离这里太远了，暂时也不可能调集人手过来。不过西山基地依旧是一块很大的肥肉，只要能够打开这条通道，进入其中，就可以获取他们遗留的大量物资。韩长看出了王瑞轩的想法，不由得嗤笑了一声，他玩味地说道：“就算是你们可以动用1人的力量，把这个入口清理开来，可是那么多物资，你们如何搬运回招屿的海港基地？”他张开双臂，从东边指向西南，你们基地距离此地可是横跨了整个天海市，近200公里的距离呢。王瑞轩冷哼了一声，我们招屿基地做不到的事情，你们就做得到吗？韩长摊了摊手，本来我们就没抱多大希望，这次过来只是为了确认西山基地是否存在。他嘿嘿一笑，现在知道他们的人全都完蛋了，就是我们最大的好消息。你看看其他2个基地的人，他们就很聪明，压根不会在这里过多的浪费时间。不过他们距离此地最近，应该早就来查看过了吧？王瑞轩皱起了眉头，他不得不承认，韩长说的话很有道理。他们招屿基地距离西山太遥远了，纵然想过来捡漏，也比不上阳盛基地和青浦基地有距离上的优势。在冰雪覆盖大地的现在，多1公里的距离，在交通运输上都会产生许多的麻烦。韩长突然叹气道：“可惜啊，可惜，西山基地这一次被灭了，可他们的地盘你们朝雨基地却有缘无分了。”他一脸玩味地望着王瑞轩，到时候还是得便宜阳盛和青浦2个基地的人。他们要是得了这个地盘，
就可以慢慢清理西山基地的遗产，到时候实力岂不是一飞冲天啊？4大基地当中，武器库最丰盛的自然是西山基地，这也是其他基地比较眼馋的一点。当然了，4大基地各自都有自己的优势所在。你是在挑拨离间？王瑞轩冷冷地说道。韩长不屑的一笑，你们4家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睦，还用得着我来挑拨吗？王瑞轩嗤笑道，我不相信这么大一块肥肉，你们败血教的人会不心动，任由青图基地和阳圣基地收入囊中，或者说你们有什么其他阴谋？王瑞轩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，他死死盯着韩长，试图从他的脸上看到某些异样的变化。西山基地被灭之后，相当于整个天海市的平衡都被打破了。那么大一块地盘，除了西山基地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物资库以外，还有他控制区域内的各种工厂、超市，甚至是活人，这些都是各大势力眼馋的资源。大家都是明白人，到时候各凭本事罢了，谁也用不着装什么清高。韩长露出一口大白牙，像极了一只短小精悍的平头哥。就在2个人针锋相对的时候，远处忽然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张毅开着车来到了西山基地的入口，一直到靠近100米左右的时候，他才隐约发现前面似乎有几个人在，毕竟冰天雪地的，而他们又穿着白色的衣服站着，实在是难以察觉到。可是那些人却先一步看到张毅的车，雪地车。王瑞轩一眼就认出来那辆车子，眼神当中闪过一抹炽热的神色。在南方，这种车是极为罕见的。冰河时代降临之后，它就成为了最方便的交通工具。朝雨基地也有他们的交通工具，是改造过后的雪地车辆，但是改造出来的车自然无法与正版的比较，行车速度不够快不说，而且耗油量也更加巨大。即便如此，他们手中改造后可以正常使用的车辆都比较有限。韩长吹了声口哨，看样子是别的基地来人了。张毅此时发现了他们，不由得眸光一凝，有人已经提前过来了。徐胖子与尤大叔也谨慎起来，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尤大叔沉声说道，不知道是不是杨星星说的其他几个势力。徐胖子吞了口唾沫，不好说，也有可能是附近幸存的居民。张毅冷笑了一声，都这种时候了，就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。西山基地周围怎么可能会有活人？但凡有的，也让他们给抓回去，先当试验品，然后再做成优质蛋白。那么说，可能是咱们的敌人。徐胖子有些紧张，应该是吧，但是那又怎么样？西山基地是我们打下来的。张毅掏出了黄金沙鹰，淡定地装上了穿甲弹。就算是现在打起来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虽然出现了不明的敌人，但是这些人也不可能是其他几大势力的主力。张毅他们4个如今的战斗力就已经足够强悍，在天海市发生遭遇战，他们还真的谁都不怕。车子停在朝雨基地和败雪教2拨人不远处，3扇车门同时被打开，从上面走下来张毅3人。此时他们也是一身作战服的打扮，外加张毅肩膀上一只古怪的黑猫，这样的阵容让朝雨基地和败雪教的人也不禁表情凝重，丝毫不敢大意。他们看到了张毅几人作战服上的金色利剑标志，把张毅几人当作是西山基地的特战队员。从士兵和艺人的层面上来看，西山基地是4大基地当中最为强悍的。我还以为西山基地的人都已经死光了呢，没想到还有人活着。王瑞轩望着张毅几人冷冰冰地说道。所有人都在此时严阵以待，3方全部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几大阵营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，与其说是敌对，倒不如说彼此羁绊，而且互相之间需要争夺天海市的地盘，所以谁和谁突然之间联手，谁又会对谁发起进攻，都不是奇怪的事情。张毅看了一眼双方的打扮，一边是身着作战服的人，一边是穿着普通衣服的人，他有了判断，这双方一个是来自其他避难所，一个应该就是杨星星口中所说的普通人自发形成的势力。这2拨人出现在西山基地的入口处，让张毅觉得稍微有些麻烦。他不想与任何势力发生冲突，因为现在的他物资充足，没有跟其他人争抢的必要。可是西山基地是他打下来的，这里面的东西让他拱手让人也不可能。听到王瑞轩的话之后，张毅灵机一动，说道，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？难不成是想要跟我们西山开战吗？韩长闻言笑着举起双手，一步步往后退去。不要误会，我们只是过来看个热闹而已。败雪教向来崇尚和平，并不想与任何势力发生冲突。说完之后，韩长带着自己的人笑着一步步离开了。没有利益的架，他从来都不会去打。为了一辆雪地车就跟朝雨基地发生冲突，也并不值得。反正西山基地的入口已经被堵住了，留下来也得不到什么东西，倒不如回去。他是这么想的，可是王瑞轩却不这么认为。王瑞轩沉吟了片刻，又看了一眼那明显被进攻过的西山基地，他忽然冷笑道，西山基地现在怕不是已经被毁了？你们这几个西山的残党还敢在这里说大话？既然你已经看出来西山基地被毁，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说风凉话了。好了，你爱干什么就随便你了。张毅说完之后，一步步往后退去，低声对尤大叔和徐胖子道，我们撤，反正眼前2拨人拿这里也没办法。他打算现在假装离开，等到他们离开之后再过来，能不发生冲突就尽量不要发生冲突。可是他有这个想法，并不代表别人也有。从他们过来的时候，实际上王瑞轩就已经盯上了他的那辆雪地车。张毅的雪地车是高级物，在这冰河时代是极为稀罕的东西，谁看了都会想要。王瑞轩断定张毅几个人是残兵败将，而他们人手又比较多，哪里肯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？站住！我允许你们离开了吗？王瑞轩冷笑着喊道。张毅3人本来已经打算离开了，可
可是听到王瑞轩这傲慢的话语之后，纷纷眯起了眸子，就连花花的眼睛里也闪过一抹不爽。这个人在跟他们说话。张毅一脸不解地望着王瑞轩，面罩下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智障。这家伙知不知道自己对面可是3名艺人以及一只实力强悍的变异生物？我们不想惹麻烦，你们爱做什么就去做好了，但是千万别跟我们这儿找不自在。张毅不想跟这人打起来，毕竟他的背后还有一个不输西山基地的组织，杀了他可能又会给自己平静的生活带来许多麻烦。王瑞轩哈哈大笑了起来。你们还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吗？你的车留下，人可以走。王瑞轩一边说着，一边抬起了自己的胳膊。记住一个道理，在如今这个混乱的时代，拳头大就是道理。我可以轻易的杀光你们，所以我让你们怎么做，你们就必须怎么做。说着，他摘下了自己的手套，露出2只修长的手掌。下一刻，他的双手泛起了一层深蓝色的光芒，周围的空气温度似乎都变得更冷了。不过那应该是冷色调带来的感觉。张毅几个人穿着能调控温度的作战服，感觉不到外界温度的变化。把车留下吧，我可以不杀你们，否则的话，我不介意让这洁白的雪地留下一些鲜红的血液。他身边的人嘴里发出冷笑，却没有出手的打算，显然是认为王瑞轩可以轻易秒杀张毅几人。张毅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我不想惹麻烦的，但是你找死可就没办法了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刚刚还满脸嚣张的王瑞轩忽然觉得眼前的景色在迅速的变化。他明明没有抬头，却看到了乌云密布的天空。没等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他的大脑就停止了运作。而在朝雨基地其他人的眼睛里，就看到王瑞轩的脑袋突兀地从脖梗飞了起来，然后重重落在地面上，就像是一个摔在地上的西瓜，流了一地的鲜血。